今年6月初是墨西哥的大选哦，但是没有想到一场看起来普通的选举，居然导致超过200人失去生命，被外媒称作是史上最血腥的选举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墨西哥血腥选举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2024年6月2日，墨西哥迎来了6年一度的总统大选。这一次的大选结果呢，是由克劳迪亚·薛恩鲍姆顺利当选，成为了墨西哥第一位女性总统。但这次选举引起更多讨论的不是结果本身哦，反而是竞选期间各种血腥暴力的暗杀事件。有多夸张呢？这次光是候选人本身呢，因为出来选就死亡的人就有39位。不过比较违反直觉的是，这候选人之所以会被杀害哦，也不完全是因为政党之间冲突，背后的黑手其实跟墨西哥贩毒集团有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讨论看看，为什么墨西哥大选会有这么多的暴力冲突？毒贩为什么要杀害候选人？墨西哥政府难道都不管吗？好，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发现很多的朋友都还不知道，周末暴睡补眠其实没有什么用。很多人平常工作太高压，晚上呢不是这个熬夜加班，就是压力大睡不好，周末呢再一次大爆睡想要补回来。虽然这样做很爽哦，但有研究发现呢，平常这个睡眠债太多，周末呢怎么补眠也会疲倦、焦虑、工作效率下降，甚至更容易发胖。并不是每天少睡1个小时，周末多睡5个小时就可以补回来的。但平常就是睡不好怎么办呢？有专家建议哦，可以平日多找15到30分钟的空档午睡，尽量平衡每天睡眠的时间就有不少帮助。或者你也可以来试试由 AI 调配，公务员专家打造的植萃熟睡宝。熟睡宝使用 AI 筛选分析100种成分和上限中比例，再由公务员专家团队浓缩出专利活性配方，帮助你自然入眠，有感不成瘾。另外呢，还经过了业界罕见的医学中心人体临床试验实证，2周后睡眠品质还有总睡眠时间都有所提升，让你充饱电再继续冲刺。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再用小小77优惠码再享8折哦。这一届的墨西哥总统大选被称为是墨西哥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，除了选总统之外呢，还有选出州长、市长、议员等等的重要公职。不只是要选的席次多哦，这次登记的选民呢也有将近1亿人，也是墨西哥史上最多人的选举。但可能呢也因为规模很大，这次选举的暴力事件也变得更加的严重。根据调查，这次墨西哥在9个月的竞选期间呢，就有大约750人被卷入暴力事件当中，其中有231个人因此失去生命，甚至呢还有38位候选人在选前就被人谋杀了。而且不是选完就没事了，在选举结束不到24小时，一位刚当选市长的胜选人桑切斯呢，就在大街上面身中19枪身亡，连随扈也当场中弹丧命。更可怕的是，墨西哥的血腥选举呢，其实已经是恶名昭彰。像上一届选举竞选期间，候选人的死亡人数甚至比这一届还要多，总共有48人遇害。到底为什么墨西哥的选举会这么的危险呢？墨西哥的选举暴力的主要原因其实不是政党竞争，而是当地的犯罪组织还有贩毒集团。根据2018年的研究，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，墨西哥有 80% 的城市都受到了贩毒集团的控制。而在这些被毒贩控制的地区，被操控的官员们会故意的放松管制，对当地的贩毒、走私、犯罪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这些贩毒集团能够顺利的运作。因此，每到选举来的时候呢，都是这些贩毒集团布局未来的重要时机。他们会透过贿赂啊，或者是威胁的方式去控制候选人还有政客，尤其是那些对于地方影响力最大的地方首长们，更是毒贩拉拢的首要目标。那万一这些候选人不听话哦，就很有可能被毒贩们给做掉。比如说，今年墨西哥塞拉雅市的市长候选人呢，在选举期间曾经宣誓要打击毒枭，结果几天之后呢，就被贩毒集团枪杀了，让候选人人人自危。那这边就有个问题哦，为什么这些贩毒集团势力可以那么的庞大、嚣张到能够控制选举呢？墨西哥贩毒集团崛起的经过，我们在之前的这支影片里面有谈过。那简单来说呢，可以总结成3个原因。第一，当然是因为贩毒集团本身的势力很强大，因为墨西哥临近世界最大的毒品市场美国，预估每年靠走私毒品呢就会有100到30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，这也让贩毒集团有资金可以买到更精良的武器，用很多的钱去贿赂官员啊、警察，进而控制选举活动。第二点呢，只是跟墨西哥政府长期的腐败问题有关。在墨西哥，毒贩、政府还有执法单位的勾结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一个最常被提起的案例呢，是2014年的伊瓜拉市学生失踪案。当时呢，有一群学生要去参与抗议，没有想到在路上就遭到了绑架还有暗杀，43名学生因此惨死。
在后续的调查当中呢，发现整个事件是由当地的警察、市长还有贩毒集团共谋进行的，甚至连调查这件事情的检察官啊、检察总长到当时的总统也都有涉入案件的嫌疑，显示出墨西哥的这个腐败问题呢已经根深蒂固哦，毒贩集团几乎可以无视法律。最后第3点呢是跟民间的贫穷问题有关。在墨西哥有超过1半的人口处于贫穷线之下，因为贩毒的利润高，很多家庭贫困的人呢就会铤而走险加入贩毒集团。而且贩毒集团在这些贫穷的地区呢，也会做很多的社区服务工作，像是分发食物啊、物资、捐钱盖公共建设等等，得到了很多民心的支持。那到了选举的时候，这些人也顺理成章的成为贩毒集团庄脚，去支持特定的候选人。等于说，从政府到民间，贩毒集团的影响力无所不在，能够明目张胆的去操控选举。那难道墨西哥政府都不管吗？墨西哥政府跟当地人当然也都清楚贩毒集团的危害，因此呢，早在2006年就发起了毒品战争，对贩毒集团宣战。当时墨西哥的中央政府呢，在贩毒集团活跃的地区部署了几万人的军队，甚至还得到了美国老大哥的支援，进行大量的扫荡行动。这个毒品战争持续了超过10年，期间墨西哥政府呢也确实成功逮捕或击毙了多个贩毒集团的老大，其中包含了传奇毒枭矮子古兹曼。但很讽刺的是，贩毒集团却没有因此而瓦解，暴力冲突事件反而变得更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有分析认为，墨西哥政府的扫荡策略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到毒品供应链的运作。贩毒集团被突袭之后，虽然人被抓了，东西被没收了，但消失一阵子，很快又可以换个人、换个地方重新开张，怎么样抓都抓不完。另外，在各大集团的老大被捕之后，贩毒集团的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的情况，反而引发了不同势力为了争夺地盘而爆发更多更血腥的冲突。根据统计，毒品战争导致了将近30万人死亡，其中除了军警还有毒枭之外，很多还是无辜的民众。那眼看着这个毒品战争越来越失控，2018年上任的总统罗佩兹决定改变暴力对抗的方式，提出拥抱代替子弹的口号。他强调呢，要通过社会还有经济发展，让贫穷的人有毒品产业链以外的选择，才能够从根源杜绝毒品的问题。不过从数据来看这个政策的成效并不理想。在罗培兹任内呢，每年因暴力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反而创下了新高。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墨西哥的未来要怎么办呢？最开始我们提到，墨西哥的新总统薛恩鲍姆其实跟前总统罗培兹来自同一个政党，所以他宣布要延续拥抱代替子弹政策来解决贩毒集团问题，希望通过社会福利的政策从根源去解决贩毒集团的问题。不过对于这个做法，很多的专家都抱持着悲观的态度。有些分析认为过去的拥抱代替子弹政策已经证实成效不佳，甚至被质疑是对毒枭投降的举动。因此薛恩鲍姆如果没有做出新的改变，结果恐怕不会差太多。而且呢，比起前任总统罗培兹，薛恩鲍姆现在面对的这个贩毒集团的规模还有势力都更加的庞大。过去主要的贩毒集团呢只有6到8个，现在已经扩增到了12到14个。而且根据报道，现在贩毒集团呢已经渗透了政府的各个层级，对政府的掌握前所未有的深入。薛恩鲍姆政府呢跟墨西哥的未来恐怕会面临更困难的挑战。这次看完墨西哥选举的资料，我们觉得真的是蛮为墨西哥人感到绝望的。面对毒呢，不管是要打还是不打，最后的结果好像都是徒劳无功，反而还让这个贩毒集团越来越壮大，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没有办法摆脱的恶性循环里面。现在拥抱代替子弹的政策呢，虽然听起来理想，但墨西哥政府自己的财务也不太乐观。要重建社会福利网呢，需要大量的资源，同时呢，还要抵抗贩毒集团的影响力，想必是一条非常困难的路。他们面对的不只是贩毒集团而是整个腐败还有贫困交织的社会结构。不过我们觉得这里面倒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，因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问题已经延续了几十年，根深蒂固在整个墨西哥社会里面，要短期内看到成果本来就很不容易。现在拥抱代替子弹的政策虽然没有对暴力问题有直接的改善，但是过去6年来墨西哥的贫穷率显著的下降，最低的薪资也提升了不少。而这次薛恩鲍姆在选举当中呢，也得到了破纪录的支持率，尤其在贫困地区也得到了很高的支持，表示民众对于改变现状是有很高的期待。那或许未来10年呢、20年之后，这个长期政策有机会真的为墨西哥带来改变。不过当然啦，墨西哥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来自内部，跟美国还有其他中南美洲的国家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像美国呢，就一直是墨西哥毒品市场还有武器的来源，因此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变数存在。那未来状况如何，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一起关注。
好的，那最后呢，也想来问大家，你怎么样看待拥抱代替子弹政策呢？ A 我觉得很好，既然硬碰硬没有结果，换个方向说不定有用。B 我觉得没有用，贩毒集团没有武力限制，只会更加的扩张。C 我觉得虽然很理想，但是执行上面太困难了，要解决问题不太可行。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墨西哥大选。此外呢，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川普还能够当总统吗？以及2024俄罗斯总统大选。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